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讨厌的家人。这几个特质或者沟通习惯出现在任何家人身上，都会变得非常的讨厌。讨厌的另一半，讨厌的父母。如果不想我们的家庭关系越走越远，今天这集一定要看下去。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来 IG 找我玩。今天想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想结婚、想要生小孩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能凑在一起成为一个家庭呢，本来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为什么家人更加要避免自己身上有一些让人讨厌的特质，然后掌握一些沟通技巧呢？是因为假如同事啊、朋友甚至情侣，你如果讨厌对方或者被对方讨厌，顶多就是结束这段关系嘛。但是如果家人，你想要结束一段关系，要付出非常巨大的代价。所以既然大家已经好不容易成为了家人，就更加要好好相处啦。好，来，我们马上开始。超讨厌的家人第一名，让人扫兴的家人。很多人都在说让人扫兴的家人很讨厌。到底什么是让人扫兴的家人呢？我自己归纳了有3个小点。第一点就是敷衍。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夫妻关系最后走向破裂，其实他们中间并没有发生一些很明确的问题，大家都说啊性格不合啊，或者说一些模棱两可的理由。但只要我们仔细去观察，这一类的夫妻家庭里面，通常会贯穿着一个氛围，就是敷衍。比如说，其中一方在跟另外一方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呢，另外一方可能就是在忙别的事情，然后一边就这样子。那通常可能是打电动，好一点的呢，就说他在忙工作。很多人结婚以后啊，你会发现他开始变得很爱工作，结婚前可能就没有这么爱工作，对不对？这样的情况不仅仅是存在在夫妻关系中间，其实亲子关系也是这样子。小朋友可能回家想要跟父母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但父母可能就是处于一个很神游的状态，好。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在听小朋友在说什么。我们也会发现很多小孩，他可能一到可以离开家的年纪，比如说上大学，或者比如说可以选择工作的时候，他可能会离开父母很远，然后也不想跟父母讲很多他内心的一些想法。其实这个东西都是长久以来的一个积累。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验，名称叫 Still Face， 麻木不仁的脸。那个实验内容呢，大概就是讲述一个差不多4、5个月的小朋友，他刚刚才开始会表达自己的一些需求。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可能往右边指，然后妈妈呢就开始看向右边，小朋友可能往上面指，妈妈就看向了上面。妈妈对于小朋友的一些需求或者一些指示呢是有反应的。然后在那样的情况下，小朋友就很开心、很活跃、很活泼。然后突然一个瞬间，妈妈转头再转过来的时候呢，他就是呈现一张麻木不仁的脸。这时候小朋友就会吓一跳嘛，他开始动啊，然后最后哭闹，他想要吸引妈妈的注意力，但结果不论他怎么动、怎么叫，然后妈妈都是一张麻木不仁的脸，最后小朋友就崩溃了。这个实验每一组小朋友的过程都是一样的，实验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大概也就几分钟的时间而已。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小朋友就是从一个很活跃、很活泼的状态，然后最后走向崩溃。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有一方他被忽视、被敷衍几年、10几年，甚至几十年，那被忽视、被敷衍的那一方，他受到的这个情绪伤害会有多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很难感受到自己是在敷衍另外一方。因为现在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受到的诱惑真的也是很多，比如说可能你就在滑手机，或者你在做你自己的事情。我说一个真实的例子，就在前几天，我甚至还在马路上，我有看到2个小朋友，然后他们的妈妈就走在他们前面，手里拿着手机，然后就不停的在滑，也不抬头。那是一个车水马龙的马路哦，真的很危险。但就是很神奇的是，那2个小朋友他并没有觉得这样好像很奇怪，也没有表现出要叫妈妈或者怎么样。所以我猜测是不是在他们的相处过程中，在小朋友的眼里觉得这妈妈这样子不理我们是正常的，所以他就做他自己的事情，然后他们之间是没有交流的。长期被敷衍的那一方，他的内心是一定会受到影响的，他其实就不愿意再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个关系当然就是越走越远嘛，对不对？第2个让人扫兴的家人的行为就是打击。听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啊，还好，我自己从来不会打击别人，打击家人我不会，因为好像听起来打击这2个字是那种一定是指责型的。只要我没有指责对方，我就没有打击对方。其实不是哦，打击其实包含很多的面向。我举一个例子，今天有一位先生精心的准备了一家餐厅，然后呢带着他的太太一起来到了这家餐厅共进晚餐。太太入座之后，先生问他说：“你觉得今天的晚餐好吃吗？”太太想了一想就说：“我觉得某某某家餐厅可能更好吃。”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对话吧。但是我们仔细去想，这位太太讲的，我觉得某某某家餐厅更好吃，对于精心准备的这一位先生来讲，它是不是一种打击呢？我认为它是一种打击，因为你说了某某某餐厅更好吃，言下之意就是这家餐厅没有那家餐厅好吃。虽然可能在这位太太心里，她并没有觉得这个餐厅不好吃，可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对于一个精心准备的先生来讲，在他的感受上，他就是被打击了。所以其实从刚刚对话的例子里面，我们就可以去看到，打击其实不仅仅是贬低的意思，它一样会包含了比较、抱怨，或者有些时候唱反调。所以当我们的家人跟我们兴高采烈的分享，记得就是不要打击他。再另外一种就是话题永远都在自己的身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过，我们华人有一辈的长辈永远都在话当年。譬如说有小朋友考试回家啊，拿了100分，很开心，这时候可能他的父亲就会跟他讲说，爸爸妈妈给你花那么多钱报了补习班，然后你看你在家里你也不用忍受那个很热的天气，因为我们家24小时开冷气，都是为了让你好好学习。像老爸当年啊，天气很热，家里又很穷，我们也没有吃什么有营养的东西，父母也没有钱让我们去上补习班，我们在那边努力用功学习，都要靠挥汗如雨的，就开始巴拉巴拉话当年了。应该有很多人有这样子的类似经历吧。我们不能去否认某一代长辈的童年真的相对会苦难一点，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努力用功呢？就要画一个问号。因为很多人话当年，他并不是为了讲述一个当年的事实，他只是想要把这个话题转移到他自己身上。我们可以设想，我们一群朋友出去唱 KTV， 这个场子里出现一个麦霸的时候呢，其他所有人都会不怎么舒服，因为这个麦霸他不仅要不停的唱歌，他还会切别人的歌。那这样在同一个 KTV 场合里面唱歌的其他朋友一定会觉得很无趣啊，对不对？我不仅唱不到歌，我还要不停听你唱歌。那其实在一个家庭生活里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家人想要跟你分享的时候，然后你就不停的讲以前的事情，那家人就会觉得很无趣。比如说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个痛苦，我发现你比我还痛苦；我想要跟你分享个快乐，我发现你比我更厉害。这样其实真的就是蛮扫兴的，因为每次当我想要讲什么，然后这话题就会跑到你身上，然后把我所有的话全部堵死了，久了我就不想讲啦，这也是被扫兴的一种。好了，除了让人扫兴的家人之外呢，还有一种家人也很让人讨厌，就是没有边界感的家人。没有边界感，很明显的是可以体现在不在意对方的隐私。当然啦，作为家人，诚实诚恳是一个基础，但是呢，诚实诚恳就代表没有隐私吗？我觉得不是哦。很多时候，不论是成年人还是小朋友，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个内心想要自己保留的空间。尤其是成年人，可能有一些问题，他现在暂时还不想要跟自己的家人分享，或许他未来想，也有可能他想要保留这一个他的小隐私，永远一辈子。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那我觉得，在我们诚实诚恳的前提之下，如果有一些自己想要保留的隐私，那我觉得作为家人也应该是支持他才对，因为这是他综合权衡之下他做出的一个决定。在对方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狂挖对方的隐私，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我觉得今天我讲完呢，可能会有一些渣男渣女把我的这一段话断章取义，说你看要尊重隐私，所以我可以不告诉你。没有哦，没有这个意思哦。不诚实不诚恳的人是不配拥有隐私的。然后第二种就是自以为了解，随便猜测对方，帮对方做决定，这个也是在我看来没有边界感的一种状况。常常可能会出现在父母对于孩子的身上，就说好啦，你这个 OK 啦，妈妈帮你做决定，然后就去做了一个跟孩子想法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决定，也没有认真听小朋友的想法。很多时候其实孩子的长大是在无声无息中他就长大了，我们可能都没有发现说哦，他怎么突然已经长这么大，他已经有这个想法了。所以我们可能有意无意就会帮他们去做一些在他们看来有点夸张的决定。当然类似的状况一样也会出现在夫妻之间，就是没有听清楚对方想要什么，然后就贸贸然的就已经帮对方做了一个决定。我觉得想要避免刚刚提到上面2个大坑也不会很难，其实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学会聆听，做一个听众。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不对？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家人找我们聊天，找我们分享，他不是真的想要找我们解决问题，而是只是想获得情绪上的支持。因为说实话，我们作为家人可以提供的实质性的帮助真的很少。我们的另一半可能在职场上遇到一个很叽歪的上司，那能怎么办呢？难道我们要冲到他的公司里去帮他骂长官吗？
对吧？不可能。所以我们可以提供的是无可取代的情绪价值，而不是真的要帮他去解决那个问题。说到这里啊，我觉得我真的是很羡慕我先生跟他父母的这个相处模式。我先生直到现在已经37岁了，他到现在还会对他爸爸妈妈有说不完的话。因为在我先生成长的过程中啊，他不管讲什么话，讲什么观点，他爸爸妈妈都会很认真很仔细的聆听，然后给到一个很积极的反应。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公公婆婆他们是捧场型父母。其实拥有一个捧场型父母对于孩子来讲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你就会觉得说，不论你跟他讲什么事情，开心的他比你更开心，不开心的他跟着你一起在那里骂，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有些时候你跟着这样的父母一顿输出之后，你会发现说啊，我的情绪得到了治愈，我内心已经充满了能量，我可以自己去解决那个问题了。现在其实我跟我公公婆婆的关系也非常好，我每天也都很期待他们可以来我们家泡茶，因为这样子就可以跟他们聊天。所以呢，这件事情也其实非常影响我，我也很努力的跟自己的小朋友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相处，所以也跟大家分享这个小 tips。第二个方式呢，就是不要责怪，不要给对方贴标签，因为家人嘛都是独立的个体，其实其中一个家人在分享观点的时候，难免其他的家庭成员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观点，多少大家会有一些观点上的交流。那交流的好的话呢，这个话题可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延展；如果交流的不好呢，就很容易有一些争执。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一方跳出来责怪对方或者贴标签的话，那好了，今天晚上肯定就是吵架的夜晚了。跟大家举个例子好了，如果大家的观点不同，其中一方就说你有够不尊重我的，跟他如果直接讲说你这样讲话，我觉得自己不太被尊重，我不太舒服。大家听一下，这两个话其实讲的意思是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前一种讲法，你有够不尊重我的，是指你不尊重我，你给对方下了一个结论，那这时候对方就会讲说我没有不尊重你啊。好，接下来的对话就会围绕我有没有尊重你这个事情再继续延展开来，这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吵到最后根本就不记得一开始最早讨论的那个内容是什么了。第二种讲法，我觉得你这样讲我心里会不舒服，就是给对方一个想法，一个启发。对方可能会去想说，哦，我说了什么会让你心里不舒服，这个对话就不至于突然之间火药味就升级到很高。大家都知道男生跟女生的这个大脑构造就不太一样，女生呢会更偏向于情感的表达，情感的输出，男生呢就更偏向于说我要解决问题。就像刚刚讲到我不尊重你这个事情，好，我现在要解决的是我有没有尊重你这个问题，但女生其实是要讲的是我心里其实觉得你这样讲我是不舒服的，所以到最后就会两个人会聊不到一起去。其实在我们家也是这样，我刚刚跟陈老师组成家庭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始也会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我们后来发现有个方法很好用，就是我们把每一次有一些观点冲突的时候，把它变成像开会一样的来对待。我们先说目的，我现在是要解决我的情绪问题，我觉得你现在这样讲我不舒服，或者我们一开始就可以讲好，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什么什么什么，那大家就是就着这个问题去聊不同的看法，这样其实会避免很多没有意义的争吵。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家人之间聊天的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在对话的时候多用我们，少用你，这样子很多对话会突然之间变得很柔和。譬如说小朋友拿着考卷很开心的回来说，妈妈我考了98分，这时候妈妈心里明明就觉得说，哎呀好遗憾，怎么还有2分，为什么就拿不到呢？但如果你直接跟小孩子讲说你那2分去哪里了，小孩子可能瞬间会觉得说没有符合我的期待，为什么你没有夸我？因为98分明明就是很棒。那这时候如果你把你的话变得稍微柔软一点，就跟他讲说，哇，妈妈觉得你这个98分考得真的很棒，而且你还有拿到第1名。如果下一次我们可以更细心一点，是不是那个2分也会来到你的卷子上啊？明明讲那个话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好像通过这样的表述，你会觉得说这一整段对话会相对柔和，也会更让对方接受一些。对小孩对家人其实真的就都是一样。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大家都可以做到，就是不要想太多，不要太神经质。有些时候我们的家人他可能一个动作一句话他并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们就很容易过度解读。就譬如说我刚刚聊到的，就是我们上一辈的长辈通常因为他们当时的一些时代背景，很容易在一些行为或者一些口气语句上变成我们眼里的那些让人扫兴的家长，但其实他
很多时候也真的并没有想要扫我们的兴，只是他的行为习惯，他的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导致了他们对我们的方式是这样子的。那他们对我们来讲已经很老了嘛，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他们去做非常多的改变。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当我们的家庭关系需要去柔和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做的是我们自己身上的一些思考模式，我们可以盯着自己，不要去想太多。举个例子好了，我大3、大4就已经不在我父母所在的那个城市了，我那个时候待在韩国，然后后来又工作在北京，我父母在杭州这样子，本来就是比较远，所以我这样的状况呢，就是经常会回家的时候就会大包小包保健食品啊、营养品啊，或者一些当地的一些伴手礼，想要给他们一些东西。一个是真的想要对他们好，想要买一些他们平时不买的东西给他们，还有一个呢，想要证明自己长大了，我会用我自己赚的钱，然后给你们买东西。但是父母收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通常的一个很直观的反应就是，哎呀，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啊？花那么多钱，然后又重。其实小一点的时候啊，听到这个话是蛮不高兴、蛮失落的，就是会觉得说啊，我准备这么多，然后为什么你们一见面看到这个东西，就是会在我听来是一种指责，为什么要指责我？可是现在慢慢长大了，就会理解那个心情，就会觉得说，其实他们也并不是想要指责你，他们可能会心疼你路上拎这么多东西很重，他们可能会心疼你赚钱也不容易。然后买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好像花了一笔多余的钱，所以当我没有想太多之后，我也逐渐开始理解父母的一些话。当然了，我内心还是希望他们收到我的礼物的时候可以直接很开心的收下，说谢谢就可以了。所以我爸妈如果在看这条影片的话，希望你们下次可以改正。好，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很多也是我自己需要自省的，因为刚刚聊到的很多的点，其实都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非常小的一些细节。我觉得每一个坑都要避开，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很多习惯都是藏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因为我们从小宝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受我们原生家庭的影响，所以很多行为习惯是 copy 我们上一代的相处模式。我认为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完美的人，但是足够优秀的人，他不仅仅会向自己的父母学习，他也会在日后成长的过程中向他生活中看得见的所有的优秀的人去学习。所以当我们注意到自己身上的问题之后，我们是可以有意识的去改变这些问题的。我其实真的很感激现在自己有了2个孩子，虽然养小孩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但是呢，在养育他们的过程中，我也跟着他们重新成长了一次。有很多的问题，包含性格上的一些缺陷啊、缺失啊，都是如果我没有变成一个妈妈，我永远都不会发现的。好了，关于小孩的这个问题，如果要展开讲，那又是很长的一段话。我想接下来我应该会出一集跟大家来聊一聊，该不该生小孩，要不要生小孩，生了小孩之后又知道了哪一些事情，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了，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就是讨厌的家人的特质，也希望今天聊完之后呢，大家可以学会一些沟通小技巧，然后让我们的家庭氛围更加的融洽。如果喜欢茶话会的内容呢，可以去这个 playlist 里面去看其他的话题。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每周4都会在这里哦。我们下周4再见啦，拜拜。